莎莉超载了抑制器能量，保护了夏佐。你会不会奇怪，抑制器不是一种抵御元能的辅助装置吗？为什么它还能释放护盾呢？在内测时期，抑制器确实也是一种能力装置，但现在是公测，所以听我给你编。呸，给你说明白。首先就是抑制器的原理，在游戏里我们了解到的是，有了抑制器就能抵御辐射。在这种描述下，大家对抑制器的认知是一种保护伞，或者是覆盖全身的保护盾。但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保护盾，为什么只能保护自己，而保护不了别人呢？莎莉抑制器超载晕倒，没有一个人用自己的抑制器展开护盾，难道他们都是见死不救吗？很显然，抑制器作为保护盾的存在是站不住脚的，这是海加德的官方宣传说辞。你不需要知道它是怎么运作的，只需要知道它有这种功能。但遗迹却告诉了我们真相，在遗迹我们能得知，有人被注射病毒后带上了抑制器原型，但没有作用。抑制器的研发过程中，多次也提到了冷却，我们可以得出答案。元能伴生着某种病毒，这种病毒可以利用低温抑制器活性，这就是抑制器的原理。详细可以见我的塔学系列，这和官方介绍是违背的，但却是最合理的。当我们使用的元能越强大，所需要的抑制能量就要越强大。听起来像不像你拼命变强，还要提升抑制器的样子？莎莉就是因为要使用更强大的元能维持护盾，但抑制器本身能力不行，提供不了对应的抑制力，所以就超载了。而病毒也因为没有了抑制力，开始侵蚀莎莉。病毒的另一个合理解释就是，变异一旦开始就不能停止，那么病毒就不能治疗吗？官方是这样说的，可以通过认知以外的途径传播，所以就不要用地球思维来衡量它了。但抗体是有的，在远望号飞船上，接受过元能抗体的都变成了神医，现在技术又失传了，不然时间井也不用再研究元能抗体了。让我们接上上期继续讲解。在获得了拟态系统的权限后，我们为了表达感谢，帮小游民跑腿。小游民曾经向我们提到，生态站的目的就是为了监测荒林镇，那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小镇。在大灾变的摧残下，只剩下了残垣断壁。还记得星岛设定是富人度假岛吗？以前这里也是个休闲胜地，此情此景令人唏嘘。这里要注意把小镇围起来的警告。Keep up！ 你们觉得末日下谁的威胁最大？在末日题材中，那肯定是变异生物啊，但在幻塔中却不是。虽然变异生物听起来很牛批，但你回想一下，在大世界探索中，你消灭过多少异化生物？就连变异犬都被掠夺者驯化。实际上，在幻塔的世界观里，异化生物带来的威胁非常低，它们有着领地意识，甚至都不会离开自己所处的区域。只有迷路的拾荒者会命丧于此，但只要远离异化人区域，就毫无威胁。在末日下，最大的威胁是人。以雇佣兵理念创建的掠夺者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；以崇尚自由为理念形成的猎狗帮，打劫路人、打劫避难所；以摆烂混吃等死为理念，在避难所抱团取暖的幸存者，这些才是末日下的威胁。想想班吉斯港的人吧，因为商人的到来就把人称为了神，还创建了七活节，就能想到过去的人多摆烂了。不过也不能全怪幸存者，大灾变对幻塔的世界而言是真正的世界末日，随后还面临着资源短缺、随时可能变异的危险。是我也摆烂。在这种背景下，能提出创建避难所的夏佐，无疑是救世主般的存在。等我们回到遗迹，莎莉就开始了动手修理。有人觉得莎莉老让主角跑腿很不爽，但不管修理折月门还是解构机，都是凭的莎莉的本事，主角只能打打下手。与其说主角老跑腿，不如说主角没这个能力。后面剧情很多也是如此。弗兰茨和主角不过是各司其职，反过来说，弗兰茨也一直在给主角跑腿。吃完烤鱼，莎莉也换好了电池，同时也指明了问题所在。透镜出了问题，可见莎莉并不是一个花瓶，要不是早早变异，以后也是古兰一样的存在。关于莎莉的人物有一个细节，胸前的5号标志，这个5号代表的是赦免天使的编号，但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他会有这个。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艾达之子的人和他早就有过接触，莎莉救了艾达之子的人，然后对方出于感谢给了这个胸牌，所以我一直怀疑里面是不是有定位装置之类的。可见艾达之子对莎莉一直都在关注着。将水合体当作透镜解开了遗迹的伪装，我们正要进去，夏佐气呼呼地杀道：“我明明告诉过你，这里很危险。我只是想帮忙。帮忙？你只会给我添乱。可是我……没有可是，马上跟我回去，没我这允许，不许！我最讨厌你了。”骂妹一时爽，救妹毁断肠。还是弗兰茨看得明白，莎莉是有能力的。夏佐这时候才意识到莎莉已经成长了，不再是躲在哥哥身后的小女孩了。安慰莎莉的工作顺理成章的到了我们身上。莎莉也不是个无理取闹的孩子，她知道哥哥当首领不容易，想要帮助哥哥减轻负担，但夏佐却一直把她当孩子，无论做什么都是错的，还认为是为了莎莉好。夏佐既当爸又当妈的坏处终于体现出来了。莎莉像极了一个给父母认错的孩子，在主角的鼓励下找到了夏佐。夏佐此时也已经想开了，莎莉勇敢表达出自己的想法，就像夏佐说的，这避难所人少，事还挺多。作为避难所的战力担当，什么危险活都得夏佐亲自上。
掠夺者恰好而来，一场沙粒争夺战即将打响。看这蝗虫过境般的掠夺者，灭掉2、3个星岛避难所应该都不成问题。夏佐问预警系统为什么没运作。帕尔，避难所的预警系统失灵了吗？检测到了非常强的电磁干扰，这些家伙是有备而来。帕尔回答受到了电磁干扰，这里有2个可能，一个是掠夺者早早就潜伏到了避难所附近，建设干扰源；还有一种可能，干扰源来自主角的抑制器，艾达之子做过了手脚，所以是主角从内部干扰了预警系统，才让这次袭击发生的很突然，人员都来不及转移。这里说下避难所的位置：星岛避难所依据飞船残骸建立，背靠高山，有天险，易守难攻。如果不是预警系统失灵，避难所是有能力一战的。避难所的战力少得可怜，赛琳、帕尔、莎莉、夏佐、主角诺大的避难所能战斗的只有5个人，但看热闹起哄的时候可是人山人海。有意思的是莎莉的武器，无完的双刀，这说明莎莉也可以连接到海加德的武器库。小游民到底给多少人开了后门啊？既如此，海加德对莎莉也不是一无所知。现在感觉全天下都知道夏佐兄妹在星岛，只有夏佐以为他们很安全。夏佐要我们启动元能守卫，开始大反攻。有了守卫加入，局势开始逆转，掠夺者也开始摇人了。这折月门是不是有些眼熟？怎么那么像艾达之子的？实际上掠夺者还真没有这技术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进攻的时候掠夺者用折月门摇人，但撤退的时候却是飞走的。能开蛇月门何必跑路呢？只能说明要么折月门很稀缺，要么就是别人提供的。艾达之子用折月门堪称挥霍，掠夺者根本没法比。莎莉又送给了我们一把复合弓，在主角的努力下，终于解决了折月门。我们击退的只是敌人的空降部队。就在我们重整旗鼓的时候，敌人大部队已经突破了正门防御。注意看后面跟的是什么？异化生物果然一点牌面都没有，都被改造成战争机器来用了。现在相信我说异化生物没什么威胁了吧？掠夺者的科技树都点到驯化上了。夏佐被袭击，莎莉挡在了前面，悲剧发生了。这里细节是抑制器亮起了红灯，但是当莎莉倒地后，抑制器又变成了蓝灯，这说明抑制器只在一瞬间失效了，之后就恢复正常了。从众人没有对抑制器展开修复，也说明抑制器是好的。那问题就来了，一瞬间的失效就会让人辐射变异吗？在大灾变发生后，抑制器还没有出事，这期间的人也能活着，这更佐证了我认为是病毒导致的变异。大灾变发生后，病毒是以幻塔为中心扩散的，越外围越有可能生存下来，而维拉的幻塔刚好是使用元能最少的，所以病毒也是最少的。元能辐射导致变异这个设定，很多时候站不住脚，有辐射就会有隔离的方法。既然抑制器可以隔离辐射，那么为什么不用这种技术建立一个隔离区呢？所以我认为元能辐射只是官方的说辞，证据有2个。第一个是沃兰的冰天雪地。沃兰曾经是一处繁华的港口，但在海加德使用元能后，将冷气排放到了沃兰区域，导致整个区域变成了冰天雪地。海加德为什么要使用这么多冷气？合理的解释就是利用低温处理元能伴生的病毒。艾达之子基地也建在沃兰，元能和低温一直撇不开干系。第二个就是斯帕克的注释，描述里写的是领业委托科技部制作，但实际上却是雷比利亚博士所为。这说明我们看到的文案都是海加德对外的说辞，但实际情况是什么？就连玩家也是被蒙在鼓里的。也正因为此，你们看我的推理会发现，和游戏里的描述差距很大，但又非常合理。这是因为我们揭开的是海加德背后的真相。回到剧情，骚操作来了，主角开始追击掠夺者，但情况却非常诡异。我们乘坐飞翼攻击飞船，但是掠夺者却全跑了。他们非但不保护飞船，甚至还自爆了。这就是很多人吐槽的不打也会坠落的飞船。它确实不是我们打掉的。注意这里的天上，幻塔把撤退的掠夺者都做出来了，数量非常的多，都在往明鱼岛方向撤退，却没有一个人来救一下飞船。种种迹象表明这艘飞船是被掠夺者放抛弃的。那原因是什么呢？为了洗脱主角的嫌疑，主角的出现和避难所的袭击是能联系到一起的，这在影视作品中也屡见不鲜。因为某人的到来而导致悲剧的发生，主角成了第一怀疑对象。但假设我们击退了敌人，并处理了头目，就能洗脱我们的嫌疑，证明我们和掠夺者不是一伙的。傻大个不满组织的安排，取出催化剂就变身了。傻大个的变身显然是强化异化，如果是变身被辐射造成的，应该是拆掉抑制器，但他只是注射了药剂就完成变身，说明药剂的作用是加快病毒的侵蚀速度。小峰推理出病毒并不只是因为一段线索，而是非常多的线索。后期到矿山也会讲到变异病毒。这里解释一下怪物的设定，元能的异化实际上是一种进化，所以海加德才会一直迷恋其中。但这种进化是定向的，无论你的原型是什么样子，最终的样子是一样的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怪物都是一个模型的原因。记住视频里怪物的样子，是不是和我们打的不一样了？提督的建模至少优化了2次，幻塔从公测以来一直都在改善新人的游戏体验，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才做解读的原因。回到避难所，
发现掠夺者洗劫了仓库，可以推测艾达之子和掠夺者合作时各取所需。掠夺者要资源，艾达之子要他们搞定沙利，只要沙利一滑，拉拢夏佐就成了板上钉钉。我们找到了夏佐，他说要和弗兰茨聊聊。实际上他真的是走过去了，并没有像传统的 Memo 那样人物直接消失。找到沙利，他撒谎说饿了，实际上是想支开主角。所以看破一切的我只是来到了大锅盖旁边，并没有做任何食物。剧情果然继续了。等我们找到沙利的时候，他正安静地坐着。但如果我们没有及时赶到，这个时候沙利估计已经自杀了。但这次机会被主角破坏了。之后夏佐也明白了沙利的想法，寸步不敢离开了。于是委托主角前往实验室，向艾达之子求救。小峰说的对不对？你们可以自己重新创建账号体验一下，尤其是掠夺者的撤退画面，还是很震撼的。这样的大部队居然弃船逃跑了。掠夺者的总部在谜语岛。克拉瑞尔博士曾经说过，他们因为某种技术原因不会离开那里，但却参与了星岛的袭击。这里面肯定是有内幕的。主角的身份非常尴尬，自己刚来避难所，避难所就出事了，很难不怀疑两者之间的关系。实际上，这也成为了日后夏佐不喜欢主角的原因。本期就到这里，关注小峰，带你体验不一样的幻塔。